上期节目我们聊了沈姐从空姐到护士再到自己创业的工作转变。本期视频让我们揭秘工作狂工作之外的日常生活。加拿大这个医疗系统啊，就很多人 complain 说慢也好，找家庭医生难也好，但是我跟你讲，就是我个人认为加拿大的医疗系统是非常非常好的，而且就是说很亲民，很就是接地气，然后是真的是帮助老百姓。前2年我老公快死了，然后这么夸张？对，我们家1分钱没花。我跟你讲整个故事啊，怎么回事呢？他当时是有段时间他不在渥太华，他在多伦多那边工作。然后呢，有一天晚上，他有室友嘛，他跟别人一块租的那个房子嘛，凌晨可能2、3点，他就突然间开始头疼。那个头疼就是说你无法忍受的那种头疼，然后疼了一会儿呢，他就想说得怎么办，他就起来吃了2粒止疼片。过一会儿他没有好，反而他还吐了。再到后面呢，就是眼前一片黑，他觉得说，哎，不对，他肯定是有什么问题。然后他就去敲他那个室友的门，他室友当时还跟他说，哎，你不要跟我装了。但一看他那个样就不太对，就立马给他打了911。在加拿大真的就是911，如果你是紧急情况的话，他真的是我个人经历啊，最快2分钟之内到，最慢的话10分钟他可能也就到了。他当时是5分钟左右就到的。到了以后呢，那些 paramedic 就非常非常的有经验，一看他就是知道他肯定是颅内出血的那种症状，然后就跟他说，嘿，就是千万不要睡，然后直接把他带到医院去。当时是 COVID 的那个期间，多伦多的医院都满了，而且那个多伦多那个大医院呢，它没有就是神经科的一个很专业的 team 在那里，直接把他就拉到了哈密尔顿。哈密尔顿呢就在那个多伦多边上，所以就比较近。当时拉过去以后呢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止血。止血完以后呢，他们就给他照了片子，他就先给他稳定下来。照了片子以后呢，就发现是颅内，他其实生下来他就有这个东西，就是说我们英文叫 AVM， 就是他的小血管是很不正常的 twisting 长在一块儿。然后呢，他有一天，比如说他工作压力大或者干嘛的，他就很有可能爆。而且这个东西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，一般发生在男性身上，35岁到45岁是高发期，他就是当时一个 perfect 的那个 age， 就是他那个就爆了以后呢，他的死亡率其实有50%。如果说没有那个 paramedic 没有那么及时到的话呢，他是我估计就是我现在就是单身了。然后他好在哪里呢？他那个当时医院就给我打电话了，我在渥太华，说你现在可以有2个决定。我们现在有2个，因为加拿大特别是安省有2个非常好的就是脑神经科的 team， 一个在哈密尔顿，一个在渥太华。他说你可以就是说在哈密尔顿选择做手术，然后回渥太华休养，或者是我们把它运回渥太华。在渥太华做手术，这样的话呢，他不用就是手术后以后那个恢复要有那个路上的颠簸。我想了想呢，我就说那你把它运回渥太华吧，是用直升飞机把它给运回来的。哇，那么夸张！1分钱不要，1分钱不要。直升飞机这种是我们普通人可以享受的待遇吗？对，而且我老公是最搞笑的是，我就觉得他真是浪费纳税人的钱。那次第1天给他安排回渥太华的时候呢，他一上那个直升飞机他就紧张。那起飞前人家那个开飞机的人就给他量血压，看他血压啪上来了，人家就不敢开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当时的情况是不能舟车劳顿4小时回渥太华，他必须要坐飞机，所以当时是要飞机给他运回来。但是他那天血压一高的话，人家就不敢飞了，就把那天给 cancel 了。你想一个就是开橘色直升机的 paramedic， 政府1小时要赔他多少钱？是非常非常贵的，然后还把那一天的那个 schedule 全都给那个取消了以后，第2天看他情绪稳定了，又把他拉回来，所以是我觉得那个 cost 应该是 double 了吧那天。把他运回来以后呢，直接就拉到我们这边的一个 civic 医院，他门口有一个停直升飞机的地方，停下来以后就直接拉进院，就是说。在加拿大，就是说，如果说像我们这种情况，我的父母不在这里，我家里有2个小孩，我的老公要做这种很 major 的脑部手术的话，是不需要家里任何一个人去医院看着他的，因为是不需要陪护的，不需要陪护。
当时他在，我还在那个同一家医院上班，但是他在2楼做手术，我在6楼上班，因为我6楼是精神病科。然后他们还给我打电话说，我们现在要开始给你老公做手术了，你给我们 consent 嘛，就是说，COVID 的期间嘛，我不能进去嘛，我就说行，你们就手术吧。当时就直接把这个手术给做完了。这个手术你如果没有身份的话 ，cost 没有10万加币应该也打不下来吧。全程下来也就等于没有花钱，1分钱没有花，医药费什么的都没有。没有，我唯一花的钱就是他恢复期间，他跟我说他要吃烤鸭，我就去买了个烤鸭给他吃，他不想吃医院的饭。就是说他所有恢复期间所有的照顾，就家属是不需要出现的。我听说这里还有护工的是吧？有护工，但是呢，就是护士他也做大部分的活儿，看情况。护工就是叫 PSW 嘛，其实，在医院里就是护工职位不是很多，反而就是护士会比较多一点。他是全程护理的，就包括你的，你洗澡啊，或者是你现在这个吃饭的 special diet， 它都是护士来管。这些也是包含在这个医保里边的免费的是吧？全部都包。医保它只包那些 unnecessary 的东西。你比如说，你说我想隆个胸，那这个政府就跟你说这个是 unnecessary 的，这是你的个人的选择，那你就是自己去找 private 的医生去做。但是就是说，如果像碰到这种手术类的或者是很 necessary 的，政府认为是我们必须要，就是说救死扶伤类的，它肯定是全包的。我在加拿大，生了2个小孩，然后呢，做了2次的剖腹产手术，我也是1分钱都没有花，唯一花的可能就是我老公在医院 parking 吧，停车这是他唯一花的钱。确实是很。张旭啊，我们回来了。这是我老公。你好，欢迎你好。这个是 Frank。Frank， 我是 Kevin。你好，我正在拍摄。没关系。您家好大呀。还可以。正常尺寸。我们是365天都不休息的，1天都不休息。1年1天都不休息。基本上每天都不休息，就是因为我有不一样的工作，所以说这个工作地点别人觉得我在休息，其实我在另外一个地方工作。那你明天安排的这个假期是为什么突然想到出去玩一周啊？因为 COVID 的期间，都没有带孩子出去过，然后他们现在这个年纪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年纪，要出去见见世面，旅游了，所以我们就是家庭我们现在决定就是回归之前的计划，就是每半年要有一个 vacation， 然后带他们去看不一样的地方。来，您喝茶。好，谢谢。那他们上学什么的，这个能协调吗？时间啊？请假就是我是那种特别不靠谱的妈妈，就是我是那种特别不鸡娃的妈妈，就是经常他们就请假就不上课。可以。我觉得，可能就是我身边有蛮多朋友觉得我不鸡娃的蛮厉害的，就是对我来说，我从来不看他们作业。他们现在，我女儿5年级还是6年级啊？张旭，Lydia 是5年级还是6年级啊？6年级。那 Nathan 是5年级。Nathan 5年级。老实讲，他俩现在5、6年级，就这个智力，我觉得仅能跟国内1年级的小孩比吧。这边教学好像就是进度会慢一些，是吧？缓慢一些，非常慢，而且他每年是重复的教一样的东西，就是我觉得他们现在那个数学水平应该在国内应该是1年级的水平，但是他俩自我感觉挺好的，然后我也觉得说，每个人就是人生不一样，就随便他们去吧。因为老实讲，安省特别是渥太华这个地方，我们的春天很漂亮，春夏是非常舒服的，夏天不会特别热，所以一般我跟我老公的计划就是退休以后，可能
想要半年是待在加拿大，比如说夏天的时候，还有半年我们就要逃离这里，就是冬天冷的时候。我跟他很想去泰国待个2-3个月，每年我们特别喜欢泰国。对，是得留一点时间去享受生活。人生苦短。对，就是我可能就是如果有人需要我的话，可能做一个礼拜工作2天。就我们学校有的老师，他就1个礼拜工作2天，这个可以。他是全职的做老师，1周就工作2天。对。那他这种工资的话，能够养活自己吗？就只工作2天？够啊，因为他如果已经退休的话，他有退休工资。哦，他是已经退休了，然后再来。他外加他那个另外这个外快，反正退休工资和这个另外赚的钱都算 income， 都要交税。所以有的人就觉得说他赚的越多，他税就交的越多，就没必要出来上班。退休金也要交税的吗？要交税，所有东西都算你的收入。他都要交税。难怪他们把加拿大叫万税之国。对，什么东西都交税。对，有时候吧，就是我身边一些朋友啊，或者是一些认识的人就会跟我就是抱怨说，加拿大这税太高了。老实讲，因为我是一个护士嘛，我在COVID 的期间，我是1天没有休息过。然后那个东西叫什么 CERB， 就是每个月可以领2000块钱那个。你在家不工作嘛？就是跟政府领钱那个，等于救济嘛，是吧？对，我们家是1分钱没有拿过，因为我们家是正规有 income 的。你只有就是 income 停下来了，或者是低收入、超低收入的时候，国家才会把这个钱给你。但是我每年交那么多税，老实讲，我从来没有觉得不公平过。我觉得我蛮 enjoying 交税这个过程的，因为就是说，只有我把这个钱交给了国家，然后国家分给需要的人，这个社会才会安定。很有道理。然后我的孩子才能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下面长大。就有时候我看到马路上这些 homeless 的人啊，怎么地，每年他们都能跟国家拿很多钱。我觉得我们应该，就是我赚得多的人，我应该分给别人。他有面包吃，他有牛奶喝，他才不会出来扰乱社会治安。就是我才能过得更安心一些。就是人嘛，这个最重要的东西是一个安全问题。所以我觉得就是政府我上次跟你讲的嘛，就是加拿大是个劫富济贫的系统嘛。应该就是结一点，分给就是相对来说低收入的那个群体的话呢，社会就很稳定。很有道理，这种观点很有道理。之前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。我也觉得交那么多税，好像我至少没有亲身的感觉用到我身上。但是像您刚才讲那个例子，你家人遇到了这种紧急情况的时候，有直升飞机来接你，这个确实是感觉到你交的税终于用上了。对啊，用上了。就是我觉得我交的税，我2次这个剖腹产手术，加上我老公这个大手术，已经值回票价了吧？所以这么多年一直交税，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亏的。就是说把钱用在需要的人身上，让国家去分配这个钱。只是有时候比如说前段时间我老公跟我说，你知不知道现在那个加拿大政府多离谱？我说咋了？就是市中心会有那种政府设定的给吸毒人员打药的一些机构，注射点，我也听说过了。然后他就说，我老公就说太离谱了，他说怎么回事？然后我就说我觉得可以理解，就是说你让他们自己在黑市里面偷偷去拿药，偷偷去打，然后这个针头也不干净，然后可能有这种艾滋病的传染率会高，或者是他们得到的这种 infection 的传染率会高。相比就是我们正规医护人员，我给你最干净的针筒，我给你最干净的药，我 make sure 你们没有在外面乱搞这些事情，其实对整个医疗系统来说也是去防止将来出现更多的问题。大雪纷飞，哇，今天下的是好大。我觉得挺好的，瑞雪兆丰年。我讲这句话主要是因为我不用铲雪。对，我正想说这句话呢。我昨天铲雪铲的可累死我了。就是我这种就是风凉话，就是我老公肯定不会讲这种话，因为是他来铲。我把你那个开颅的故事，刚刚开车的时候跟他讲了一下，你要不要给他看一下你的疤？这个太明显了。秀一下你的脑子后面那个疤。我来看一下。
感谢那个加拿大政府这个哦，真的是很明显，很大的。确实挺大的，还对，人家都说她这个疤特别酷。我有一个朋友，我朋友她老公第一次见我老公，然后回家问我朋友说，哎，那个史琳她老公是不是黑社会的？然后我朋友说没有啊，他为什么？他说他为什么脑子后面有这么大一个疤？是不是以前跟人家打架？不是。我喜欢自己跟自己玩啊，我是一个自己跟自己玩的很开心的时候。我之前我不知道跟你讲过没有，我跟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是他在渥太华，他在加拿大，我那时候在国内。对。然后呢，我身边就有蛮多朋友问我说：“你这个长距离恋爱，你喜欢吗？”就是说，对他们来说，他们受不了自己的男朋友半年才来见自己一次，而且可能是才见面才1-2周就分开。我说我特别享受这个时间。我想你想吧，如果我现在跟他谈恋爱谈2年，2年以后我跟他结婚了，那结婚以后，除非发生别的意外啊，就是我的后半辈子我天天要看到这个人，我说多烦呀！就是说你为什么？就是我觉得我是抓住这个机会，我就是跟小姐妹逛逛街啊，干嘛也好，就不用在男朋友身上浪费时间，我特别开心那个时候。那时候你多大呀？认识的时候你们俩？我认识他的时候20岁，21岁。21岁。然后谈恋爱，长距离谈恋爱谈了5-6年有。啊，那挺久的啊，5-6年期间都是异国，哇，那还是挺了不起的，5-6年能坚持下来。但是我也很忙啊，就是我工作的话，我都是可能驻外有5天7天，然后他每次都很期待我落地的时候开机跟他打个电话，就是我是安全的。但是有时候我落地了，我挺累的，我可能不想跟任何人说话，我就会关机不讲话，他就会跟我吵架说你为什么跟我打电话？他比较女性化一些，我感觉你更男性化一些。他是双鱼座，他特别的柔情似水，然后emotional。我是一个比较怪的星座，大部分人都不太喜欢我这个星座。我是水瓶座，所以就是比较怪。比较爱自由我感觉在这个感情里边，你们俩的这个性别角色是颠倒过来的。对，你更像一个男人。对，我是男的，他是女的，我是老公，他是老婆。对，哎，你们都是上海人吗？怎么认识的呀？他不是，他是青岛人。那你们怎么认识的？认识就可以讲的吗？这个可以讲，但是呢，就是我一般不太愿意跟人家讲，因为我怕别人误会我。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。这不挺正常吗？不正常，对我来说不正常。我是一个拒绝交网友的人。不是这样吗？像现在尤其像我这个年代的，就是在社交媒体上你才能认识到其他女性，在现实生活中我感觉概率很低啊。现在好多情侣都是靠网络认识的呀。你这么传统的吗？我不是传统，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需要到网上去找一个男朋友这件事情。然后当时怎么回事呢？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吧？这都是快20年前的事了。当时我们社交软件有一个东西叫 MSN， 很古老的，现在非常古老的东西了，知不知道？然后 MSN 当时有一个像个人的那个小的主页一样东西叫 MSN blog， 就叫 blog，不叫 vlog， 现在叫 blog， 当时叫 blog 就博客嘛。对，然后呢，我自己就创建了自己一个 page 以后呢，我就自己放我个人的照片啊，然后写我的小心情啊。然后他有一天就是很随机的就刷到了我，刷到我以后呢，他就开始给我留言。然后呢，我是一个不交网友的人，我没理他，我就不回答他。然后他持续给我留言，留了3个月，我每发一篇他都给我留言，我持续忽略他。然后3个月以后呢，有一天，我那时候是有男朋友的，我跟我男朋友吵架了，然后呢，我就想找一个不在我生活圈子里的人聊聊天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他正好那天又给我留言评论了，我就想说，哎，这个人给我留了3个月了，我礼貌性的回他一下吧。然后那个时候才聊起来。然后我们之间先是普通朋友，然后就是可能聊了1个月以后，我再跟他说，我再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他了。然后呢，他开始给我打电话，我们偶尔会聊聊天。他那时候人已经在国外了吗？他一直在渥太华，他在这里是一个国际留学生。所以你们从那个认识开始就是异国的。对，
不过这个故事我学到了一点，就是要坚持，要坚持要坚持啊，是吧，老公？啊。沈姐的老公张大哥是一位青岛小哥，一张口就有着青岛人自带的幽默感。我很想多拍一些他的画面，但是他让我别拍他，他说他看到镜头就紧张。你这是喝了一扎啤酒，后面又点了一杯。你那会儿你怎么开车？张大哥2杯啤酒下肚之后，逐渐打开了话匣子。21年，成为一个正规的一个老移民。从这个很低档不开心到现在有家庭了，然后在这边有一点发展啊，越来越开心。我也觉得加拿大选对了，应该在这边养孩子，和家人一块过一个开心的生活，还是加拿大。对了，我们都对了，这一步走对了。好，这个表情又讲错了。你这个对了，这几句人家怎么发出来？没有关系，没问题，我觉得可以发。多真实，对了啊！我不懂，你不懂这个点，所以咱俩真不一样，老婆啊。咱俩怎么在一块儿？说我的点和你的点都不太一样，为什么在一起那么还那么多年那么开心呢？下辈子你不要找我，我也不要找你，烦死了。哎，不。好，感谢大哥大姐款待了一下，谢谢小杨，谢谢小杨，不客气。今天就再问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生活？加拿大是一个相对来说非常公平的社会，我喜欢在这里，因为我觉得我的孩子可以躺平，我也可以躺平，就是不用特别的卷去抓他们的学习，然后呢，那就是一个很自由的世界吧，你可以躺平，你也可以卷，想卷就卷，想躺平就躺平。大哥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为了幸福，为了开心，为了让老婆孩子能有一个更开心的一个生活，就在加拿大好好努力，一块生活了啊！谢谢。